比之前好多了，除了看到颜色，还能看到些轮廓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楚衣女身上总是混合着私药局各种药材的香气，让人闻起来很安心。小鱼，今晚的夜色如何？入目浮影寒蝉鸣，最是花月数凄意。莫天月明梦清浅，邀君共赏火流萤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你在哪儿？你是说他们同月光一样美？小鱼，谢谢你。自从知道了我的家人偷走了风儿小姐和月姨的人生，我就害怕见到母亲和妹妹。可她们毕竟是我的至亲，我该如何为她们赎罪？小鱼，我是不是又让你难过了？小月，你快看看，这是我今天在送来的药材里面发现的。这种花呢，在我们凤家庄随处可见。它本来呢是一种药材，可以它的根、茎、花以及种子去入药。它最常治疗的呢是跌打损伤、消肿化瘀。我以前常常拿它来治疗我自己的淤青，但是啊，村子里面呢有好多其他的姑娘会拿它的花和叶子来染指甲。我以前常常在想，如果我也可以有一个好姐妹的话，就可以像村子里的其他女孩们一样，一边互相染着指甲，一边聊着最开心的事情，等指甲变红变漂亮。我觉得一定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愿望，所以就把小鱼派到了我身边。等着，我现在给你做。这个是什么？
司药局又给你安排新的事情了吗？我也可以帮你分担一点的。你是想要治好李艳的眼睛？可是想要治好李艳的眼睛会很辛苦的。只要小鱼想做的，我一定帮你，就像你帮我一样。还没找到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那月娘能飞了不成？对了，你问过楚小鱼没有？那日她不是在花园，她应该见过。郡主，我从不会让他人随意进出地牢，除非……是啊，怎么好巧不巧，就是那个贱丫头在运送尸体？好你个死小鱼，把她给我叫来。是。楚衣女不给我母亲问诊了吗？我记得凤芷楼似乎很喜欢你。小鱼，你本该是我身边最忠心的一条狗。脱鞋袜，我在寝殿等你。只要小鱼想做的事情，姐姐都会帮你，就像你帮我一样。楚衣女身上总是混合着司药局各种药材的香气，让人闻起来很安心。小鱼儿，将来的日子会很苦，甚至不幸。但是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医者，不仅能治好别人的病，也能治好自己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原谅背叛自己的一条狗吧？一个小哑巴也妄图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竟敢背着我勾结凤芷楼，难怪人家说会咬人的狗不叫。唉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难受，
小鱼被叫到了长生殿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不如我们去找李烨，让楚小鱼不再负责李月的血毒之症。而且李月的病本来就药石无疑。怎么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？误会了，我们怎敢动龙族的新娘，龙长子的妻子？不过郡主那是刚刚处置了身边的一条狗，还要劳烦您前往领走尸体。呀，来啦，快请进，顺便把你的狗东西带走。脏东西，碍眼。小月，小月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生气了？不会吧？你不会是想杀了我，给这个小哑巴报仇吧？怎么办呢？我可是五京城的郡主，是五京圣女血脉，你敢杀我吗？小鱼，对不起，是姐姐来晚了，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。在外面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风之楼，可是，在小鱼眼里，我是个需要被小鱼照顾的大姐姐。对不起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的五京郡主黎洛，你的好妹妹，真是心地善良。长臣身边有个不会说话、不会写字的医女，不能说出她的秘密，尽情使唤。她示威的手段，竟然是杀死楚小鱼。小鱼，小鱼在哪儿？芷洛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过来，看看你妹妹干的好事。小鱼，小鱼，这无京城内充满尔虞我诈，唯有你真心对待每一个人。可你才刚刚来到我的世界，怎么就轻飘飘的游走了？少城主，不用在这里假惺惺了。你真的关心小鱼吗？你真的心疼她吗？你在乎的只是小鱼今天为什么没有去给你看眼睛吧？你走吧。恭喜郡主，方才龙子止代替圣帝传来消息，3日之后，圣帝龙长子商会准时送来五京圣女战衣，举行仪式迎您到圣地。凤芷楼不死，你让我怎么安心？让龙长子记挂着凤芷楼再娶我吗？更何况你我都知道圣女血脉之事。圣帝对祭祀大典的结果深信不疑，局势已定，现在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。该死！这龙长子日日夜夜守在凤芷楼身边，我怎么处？一路，少城主，为什么要杀楚小鱼？
死了一个楚小鱼，也值得你兴师动众的来问我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将人民说得如此风轻云淡，如同草芥？你高尚，你优雅，李艳，你说我狠心，你和凤芷楼劫走月娘，不但会害死我和母亲，甚至会害死整个五京城的无辜百姓。到底谁狠心？你这是何意？你知不知道，母亲为了让你重见光明，怕你心中有愧，她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。为了让你成为人们口中的谦谦君子，成为人们口中的贤德少城主，但你回馈给我们什么？你想毁掉我的前程，想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和母亲现在这样，全都是报应。当然有代价了，可这代价的背后，是这城主之位，龙后之位。我的哥哥，你们竟如此丧心病狂！嗜血的恶魔跟魔族又有何区别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嫁给龙族？小鱼每天看着你们的肮脏行径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无人能倾诉，无处能伸冤。小鱼是多么痛苦！我的哥哥，你就是个被母亲编织美梦的乖小孩儿，永远都幻想着这个世界是公平、是美好的。你应该庆幸，你现在是在我手里。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血亲，我都懒得留你一条狗命。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小鱼，听说在五京死去的孩子，魂魄会化作萤火，有他们陪着你，你应该就不会孤单了。想小鱼了。我想起我在凤家庄，也总是会被欺负。可是我有我爹暗中保护我，有我二叔默默的支持我。可是小雨呢？死药局的医官们，李月、黎洛，还有这五京城所谓的大人们，肆意欺辱他。他早已遍体鳞伤，却还要善良的为他们治病疗伤，努力的活下去。就这样一条小鱼，却没有一方池塘可以容得下它。芷龙，这些都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力量，去找到更多楚小鱼，让他们找到你，庇护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受欺负，给他们建造一方更大的池塘，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
这次聂荣芷从圣地来到武京城，宣布我要继续和黎洛联姻，我必须得回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迷雾之前，不必过多解释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。在武京城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龙长子，你来了，你是后悔了？今晚的夜色如此之美，是不是衬得我更加漂亮了？你说，我是不是比凤家庄那个村姑好看100倍啊？堂堂武京圣女，你这衣服太素，太寡淡，像是吊丧。堂堂武京圣女，就应该大金大紫，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。你已替圣地传达完消息，还不快滚！怎么，我还不能顺路瞻仰一下武京圣女啊？我看啊，即便是为了龙帝之位，你也并不想讨我欢心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圣地龙子并不是没有选择妻子的权利。即便我们的妻子不是武京圣女，也没人能够撼动我们的地位。你在嘲讽我？这是事实。没有了龙王令，你也不过是人族郡主罢了。但谁不想要龙帝龙后之位呢？好啊，反正我要杀了凤芷楼，你也想取代龙长子，让楚墨商不要接近凤芷楼，我就考虑你的提议。总算说了一个不错的提议。我只相信，战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过程不重要，但我必须是龙后。请父王收回联姻武京的旨意。你也不想看到我当众拒绝迎亲吗？父王，我已经将您的旨意传达给武京城，现在只候武京圣女战袍送达。聂荣芷，我的事情不用你这么操心。所有人都退下。父王，您强行夺回龙珠，是要取我性命吗？今日起，我将暂管你的龙珠，并设下封禁，让你静思起过，直到你头脑清醒，前去迎娶武京圣女黎洛为止。兄长，为了凤芷楼放弃龙帝之位，真的值吗？你这种只懂得利用的小人，哪里知道什么值得，什么不值得？对，我不懂情，我也无需懂。我现在只知道，父王选择了我，
这才是最值得的。从小到大，父王怎么偏袒，怎么忽略，都像活生生的生把我龙鳞一般。这种痛苦，你感同身受吗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就是总犯困，而且睡又睡不好，还总是做梦。可到底梦到什么，我醒了又记不得了。春困夏乏，秋无力，冬打盹儿，爱睡觉很正常啊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可是，一年四季都犯困的人，那是你吧？就一个字，懒。姐姐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少主不在，我可是要替他好好照顾姐姐。哦，这个鸡腿闻着就香，姐姐来吃一个吧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好像没什么胃口。没什么胃口，要不咱们上街去玩玩？啊，走。我家少主哪受过这种苦，我得想办法救他。救少主，就凭你，拿什么救他？拿你勇气可嘉吗？那怎么办？没用的，这是父王设下的禁制，你们解不开。少主，您受苦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交给你们。少主，你放心啊，我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你救出来。去武境找芷楼，我怕聂荣芷找他麻烦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少主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凤儿小姐的安危？我就你话多。少主，您放心，飞原白鹿定不辱使命。走。白鹿，别让芷楼担心。明白，我们会保密。少主，圣地这里就靠您自己了。姐姐，这个好看吗？好听吗？幼稚。刚刚买的那个糕点可好吃了，是吗，姐姐？那去我家里尝尝啊。好啊。小鱼，你喜欢什么尽管拿，姐姐通通都买给你。怎么哭了？果然是条小鱼，这么爱哭。你以后要多笑，小鱼笑起来最好看了。换吧，笑起来也很好看啊。姐姐，我们去听书吧，去听有意思的故事，去放松放松。好，走，那。今天咱们说的是妖兽传奇。好，妖兽我爱听，姐姐快听。这人和人成亲，生出来的是人。人若和妖兽成亲，有了夫妻之实，那生出来的不一定是什么啦。话说，这妖兽蛮夷换成人形，成了一个翩翩美少年，行走于田间，与村姑小云是一见钟情，两见倾心，三见定终身。小云回到家呀，跟他家里人说了，他要和这个易公子成亲。家人一看，哎，这翩翩美少年是彬彬有礼，谈吐不凡，于是欣然同意。两人新婚云雨之后啊，小云便有了身孕。那怀孕生出来的孩子是人还是妖兽啊？这小云怀孕，自然和人族孕妇反应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人族孕妇她的反应是恶心、
呕吐、嗜酸。小云的小腹啊，它是一直跳动，砰砰砰砰砰，好像里边有什么在起舞。起舞？因为这妖兽怀胎，它是诞生、孵化，这么回事啊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与我们大不相同。下次告诉我生下来是什么啊？哎，好。没有我们，坤宝也可以将凤儿小姐照顾得很好。有了这个妖胎，整日呢是不舒服。说的挺好的。跳啊！这没过几日，凤芪楼呢？马云及家人瞧出了这个端倪。这与平日你们两个来长界做什么？那个，你说。长老，你们两个不在圣地待着，来长界做什么？或许混得好。我们来抓你们回圣地。走。哎，听见没？抓我们回圣。哎，不行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又梦魇了？姐姐，你肚子……去看。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症状跟说的一模一样，你怀孕了？不许瞎说。有没有怀孕，找个医师看看便知。我自己就是医师，我看什么医师？你赶紧去睡觉。姐姐，你要是生个龙子跟混宝作伴，我就有硬关系了，去圣地就能横着走了。你再敢瞎说，我……姐，你先睡觉，我走了啊。如今这样，我如何撑到你大婚？母亲，虽然龙长子公然退了与我的婚事，但圣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3日之后便会为我送来战袍。所以，你现在就想让我死？母亲，我当然不会把事做得太绝，毕竟现在整个五京城，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手可以为我送嫁。想维持你的身体，抓到月娘或者凤芷楼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你哥哥呢？他不愿送你出嫁？我哥，他还活着，但应该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对月娘和凤芷楼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对我们是恨得很。他不在我的迎亲大典上大义灭亲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筹谋了这么多年，为你铺好日后在五京城的一切，没想到就这么给毁了！你真是无用啊！
我愿意告诉你，是因为还把你当母亲，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。你怀孕了，娘。我那个时候怀孕啊，也是你这样。大哥凤清风太烦人，一直在问孩子父亲的事儿。长老也是絮絮叨叨的老古董，还是二哥好，天天给我开补药。娘，你想念凤家庄吗？当然啦，武京这么多地方，最喜欢的就是凤家庄。可能是因为上古的武京圣女就是出生在凤家庄的缘故吧。或许吧，又或许是昨夜梦到了大哥凤清风，他跟我说我该醒了。娘，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要问你。你当初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武京城？为什么会把我一个人抛在凤家庄？我到底是谁？武京圣女到底又意味着什么？孩子的父亲怎么样？他对你好吗？他家人怎么样？好，娘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凶巴巴、很冷漠的人，可其实他心底里特别的善良，特别锄强扶弱。他把我一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。他总是会默默守护我的尊严，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身边。傻孩子，好，听上去他真不错。他在哪儿啊？他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但是我相信他一直挂念着我们。凤家庄，凤清风，大哥他是真的很有远见。他当时啊，就是怕我的女儿背负太多，每天抱着小小的你，对着你念叨：“小乖乖，你要是普通人就好了，就在我们凤家庄，踏踏实实，开开心心过一辈子。”凤家庄，清风大哥，真想他们。芷楼，你在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恐怕未来再想看清闲是不行的。无碍，我本该如此。少城主，圣地那边有消息吗？就算有，母亲也只会告诉黎洛那边。芷楼，今日叫你来，并非为了直言，而是为了给你这个。此书是被历代武京城主守护，可以说是我们的至宝。